第228章异火断体。随着火种被抽离出青莲地心火之中，面前那庞大的青色火焰顿时逐渐的缩小，片刻之后化为一缕细小的青色火焰，钻进了萧炎掌心中的那青色岩浆条之中。这便是青莲地心火的本源火种。别小看它的体积，在起初成型时，它应该有着半座山峰这般巨大，不过经过大地的千年磨练，体积越来越小。而当它的体积被压缩的仅有巴掌大小时，方才能够形成一点火灵，而此时的它才能真正的被称为异火。你可以想象，将千年所吸收的恐怖能量压缩在这么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岩浆条中，若它是完全的爆发开来，那种力量将会是何种的毁天灭地。毫不客气地说，那时即使是一名斗宗强者，面对着这种骤然爆发的力量，也绝对只有一个下场，要老盯着萧炎掌心中的那犹如一条蠕虫一般的青色岩浆，轻声道：“那便是陨落。”呼，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萧炎默默地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握着青色岩浆条，掌心之中由于岩浆条之中所蕴含的恐怖高温，导致那厚厚的血色角质层正在以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速度消融着。接下来，萧炎眨了眨眼睛，喃喃道：“吞下去。”药老身体之上的森白火焰不可扬止地颤抖了几下，努力想要维持镇定的苍老声音中依然是有着一分颤抖。现在萧炎所要进行的步骤，才是吞噬异火时最危险的一步。不管人的身体如何坚硬，可身体内部始终是最脆弱的部分。在人体之内，别说是具有毁灭力量的异火，就是随便钻进点东西，都能将一名强者搞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听得药老此话，萧炎紧握着青莲地心火火种的手掌也是为不可察的轻微颤抖了几下，微微垂头，漆黑的眸子死死地盯着那缓缓蠕动着火种，黑白分明的眼眸中闪烁着挣扎。不断萧炎性子如何镇定，可在面对着这种几乎是生与死的决绝情况时，心中依然难免是存有几分恐惧与忐忑。这怪不得他，毕竟那即将吞下去的可是一个极其不安分的炸弹，那个炸弹几乎是有着极大的可能会在吞噬的那一刹那将身体炸得灰飞烟灭。随着萧炎的沉默，山洞之中气氛逐渐的寂静了下来，闷热的空气在洞中徘徊着，然后顺着一些裂缝钻了出去。望着萧炎那微微抽搐的手掌，药老也是轻叹了一口气，脸庞上并未因为他的迟疑而出现什么失望的情绪。有过吞噬异火经验的他非常清楚，在这一刻心灵会是何种的摇摆不定。当年在吞噬古灵冷火之时，他甚至是拖着火种傻傻地做了将近1个小时，最后方才在恐惧得不断发抖的情况下，抱着赴死的念头，一咬牙将火种狠狠地拍进了肚内。看着现在那握着火种满脸挣扎的少年，药老也是保持着沉默，并没有开口说任何的安慰话语。因为吞噬异火本来就有着极大的风险，虽然按照他的要求已经准备好了血莲丹等物品，不过这些东西却也只能将吞噬异火的成功率提升一些而已。按照粗略的计算，若是没有血莲丹这些辅助物品，吞噬异火的成功率基本不足1%，而有了它们，这成功率或许能够提升到10%左右。可就算如此，其中的风险依然是不小，甚至可以说吞噬异火根本就是一种赌拼运气的举动。运气好，遨游9天，俯视天地；运气坏，化为一撮灰烬，与黄土同埋。所以瞧得萧炎的迟疑与挣扎，药老并未出口，只是安静地站立一旁，等待着他的决定。不过他相信面前的少年不会让他失望，3年的苦修已经让他彻底地摸清了少年骨子中所隐藏的那股狠劲与倔强。为了异火，少年付出了极多，现在是到了开花结果时，以他的性子定然不可能放弃。既然不会放弃，那便把握住它吧。生与死，强者与弱者，便是从此刻开始选择。药老微微垂目，在心中低声喃喃道。时间在沉默之中滴答而过，某一刻，静坐的少年身体忽然轻轻一颤，长长的吸了一口温热的空气，微微抬起头来，露出那已经逐渐脱离稚嫩的侧脸，偏过头来对着一旁保持着沉默的药老微微一笑，冲着他扬了扬手掌上的火种，轻声道：“老师，
开始了。闻言，药老苍老的脸庞上流露出一抹欣慰以及柔和的笑意，微微点了点头，低声道：“祝你成功，相信自己，你不会失败。”呵呵，我对自己一向很有信心。少年清秀的脸庞上扬上灿烂的笑意，握着火种的手掌缓缓抬起，在停滞了一刹那后，猛然对着那张开的嘴巴中丢了进去。青色岩浆条入嘴，萧炎立刻紧闭上了嘴唇，而与此同时，浑身犹如被雷击一般，剧烈的猛地一颤，本来尚还有些血色的脸庞骤然变得惨白了起来。强忍着体内传出来的阵阵灼热之痛，萧炎眼眸缓缓闭上，心神逐渐地沉进体内。心神沉入体内，顿时一片雾气蒙蒙的感官界面便是出现在了萧炎心中。此时体内的诸多经脉之末，那先前进入体内的青色岩浆已经分化成了一缕缕细小的青色火焰，这些蕴含着恐怖能量的青色火焰在经脉之中胡乱地穿梭着，一切阻拦在面前的东西都会是被他们在瞬间焚烧成一片虚无。随着这些青色火焰的穿梭，虽然萧炎的经脉有着血莲丹所凝结而出的血膜保护着，可那恐怖的高温依然是缓缓地渗透了进去。虽然这些渗透的余温并不是如何的炽热，不过对于人体最脆弱的经脉来说，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在这些高温的熏烤之下，原本宽敞坚韧的脉络已经扭曲的犹如那麻花干一般，看上去极为怪异与恐怖。当然，经脉被熏烤的这般扭曲所造出来的疼痛，更是直接让得萧炎的身体不断的间接性抽筋着，浑身肌肉紧绷，一条条犹如肉虫一般的青筋不断的耸动着，惨白的脸庞没有丝毫血色。经脉之中，青色火焰疯狂地穿梭着，仅仅是几分钟的时间，萧炎的体内几乎便是被破坏得一塌糊涂。而且最糟糕的还是那血莲丹的药力已经在与异火的消耗中逐渐地被挥发完毕，那些消散的血膜已经再没有足够的药力来支撑它们修补。在有着血膜的保护的前提下，萧炎的体内尚还是被恐怖的异火搞成了这般近乎残废的状态。若是血膜一旦消失，萧炎体内的所有东西，经脉、骨骼、心脏等等，几乎将会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被青莲地心火焚烧成虚无。而到时失去了这些维持生命的重要器官，萧炎也唯有死亡一途。血膜在青莲地心火的灼烧之中迅速地变得浅薄起来，然而就在血膜若隐若现，犹如即将挥发之时，萧炎手掌之中一个温凉的东西被塞了进来。与此同时，药老的陈声也是响起，服用冰灵寒泉吧，然后驱使着它在体内经脉中流转，提升彼此的熟练度。完成运转之后，用斗气包裹着异火，驱使着它运转焚诀的功法路线，然后将之吞噬。心中微微点了点头，萧炎快速抓住玉瓶，然后眯着眼睛将之贴着嘴唇，顿时一股冰冷的足以让人体结冰的寒流猛地自嘴唇之中流淌而进，然后钻进萧炎身体之内。冰冷彻骨的寒流经过喉咙，萧炎似乎感觉到喉咙的那节都是被凝结成了冰团，全身微微打着哆嗦，头发之上一条条晶莹的冰丝萦绕其上。寒流一路冲进体内，然后顺着经脉开始流向四面八方，而凡是被这股寒流所经过的经脉，都是会快速的在经脉以及骨骼之上覆盖一层乳白的冰层。寒流入体，彻骨的寒冷刚好是将体内那股因为异火而出现的炽热给抵消，突如其来的舒畅感觉让得萧炎长松了一口气，那本来极为惨白的脸色也是润色了不少。体内随着冰层将所有部位覆盖，萧炎的心神也是开始初步尝试着接触那穿梭在经脉之中的一缕清莲的心火。不过这初一接触，萧炎便是大感头疼，这种异火能量属性天生狂暴之极，想要将一头犯倔的牛给拉回来，再让得他听从命令的行走，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控制失败之后，萧炎并未就此放弃，驱使着心神坚持不懈地尝试着控制这缕异火。一次失败，两次失败，三次失败，在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之后，尝试的近乎已经将近麻木的萧炎心头猛地一跳，赶忙稳下心神，当下狂喜地发现经脉之中那缕胡乱穿梭的青莲地心火竟然是在开始顺着心神所牵引的路线行走了起来。察觉到这一情况，
萧炎精神顿时为之一振，赶忙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这缕小小的青莲地心火，然后缓缓地顺着经脉路线运转了起来。千疮百孔的经脉之中，一缕青色火焰缓缓地流淌着，沿途所过之处，与经脉四壁上粘附的冰层互相消融，淡淡的白色雾气缭绕在经脉之中。片刻后，白气又是转换成许些冰晶，粘在四周，保护着经脉不受一火的侵蚀。